清光绪8年，朝鲜发生人武兵变。作为朝鲜的宗主国，大清国派遣军队前往镇压。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军队进入朝鲜，并就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。驻朝期间，巅峰时期的袁世凯基本相当于朝鲜的太上皇，虽然有效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，但却也遭到了朝鲜官员和国内朝臣的弹劾。只是此时的袁世凯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，不仅继续支持其继续留任朝鲜，还予以了极高评价。这个人就是李鸿章。光绪20年，朝鲜爆发东林党起义，日军出动占领朝鲜，袁世凯败逃回国。走向共和对袁世凯的人生节点设定就发生在他刚刚返回国内的时期。李鸿章来到北京以后，袁世凯离开了温柔乡，趁夜色来到了李鸿章的府邸。见到李鸿章，袁世凯自然要先行行礼。注意，袁世凯的单膝下跪，这个动作在清朝有个专门的称呼，叫打签儿，是奴仆见主人，下级见上级的常见礼。对于袁世凯而言，李鸿章既是主子又是上级，如此见礼没毛病。让袁世凯总督朝鲜，是李鸿章应对日本进攻的一步关键棋局。而且袁世凯与朝鲜对日本人的有效抵制，也确实省去了李鸿章的诸多担忧。所以对于叛逃回国的袁世凯，李鸿章没有训斥，没有指责，只是解释了这样一句：你在朝鲜是立了功的，后来朝廷里有人要杀你，那是翁同龢他们搞的鬼。他们看你的四父袁宝庆是我的人，也就把你当成我的人了。李鸿章的这句话最起码能够达到3个目的：其一，强调袁世凯与朝鲜的功劳，这对于正处在落魄状态的袁世凯而言意义重大；其二，说明袁世凯遭此一难的真正原因，逼着袁世凯坚定向自己靠拢；其三，最后一句便是试探，逼着袁世凯表明对自己的效忠的决心。李鸿章的这句“他们把你当成了我的人”果然厉害，袁世凯立马抓住了重点，赶紧予以了表态：属下一直是中堂大人的人。当时的李鸿章马上就要获得3眼花翎，再加上自己身上的官职和爵位，可谓走到了汉臣的巅峰。面对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的试探，袁世凯自然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只是我们需要注意袁世凯的语言艺术。正常情况而言，一般会回以我本就是中堂的人，但这种质疑的语言绝对不适合应对试探。一句一直都是中堂的人，才是坚定跟从、誓死效忠该有的模样。注意，这个时候李鸿章的仆人端来了洗脚水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李鸿章和盛怀轩对话的时候为何不洗脚，偏偏趁着袁世凯求见的时候再洗脚？这个细节在原著小说中并不存在，电视剧加上这样一个情节绝非多余，而是有着具体目的。李鸿章示意生活细节暴露官场以外的另一面，就等于没将对方当成外人，也就等于告诉袁世凯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李鸿章边洗脚边轻声嗯了一声，说道：是不是我的人倒也无关紧要。虽然对袁世凯的回答非常满意，但李鸿章绝不能表现出情绪的变化，这是上位者的一贯表现，更是保持神秘、保持权威的惯有做法。你靠拢我，我不欣喜；你远离我，我也不生气。沉稳永远都是个人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将站位问题轻轻略过以后，李鸿章问起了关键：你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河南老家？不是，属下一直待在北京，等着中堂大人。原著小说中，袁世凯的回答并非如此，而是说了谎。世凯经历了挫折，愈发知道要凭真本事才能立世，因此一直待在家中，关起门来专心读书。就袁世凯这个级别的人物，靠真本事还真无法立世，这个理由更无法说服已经修炼成妖的李鸿章。更何况就李鸿章的权势和地位而言，想要弄清袁世凯的行踪易如反掌。他之所以有此一问，只是为了接下来的决定提供参考。所以
我认为电视剧台词的改动更符合人物的性格设定。李鸿章接着问道：“那为什么不到天津来找我？”来看袁世凯令人费解的回答：“回中堂，属下在北京有个红颜知己。”一般情况而言，下属都会尽可能避免在领导面前展现出现的缺点和劣势。可袁世凯为何如此回答，而且还故意表现出自己沉迷声色的消极一面？有句至理名言是“没有缺点的男人不可交”。起初我不理解这句话，甚至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毒鸡汤。可等我解读雍正王朝，看到康熙皇帝拉拢隆科多的时候，解读大明王朝，看到严世蕃拉拢高汉文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这句话是他喵的至理名言呢。同样，按照李鸿章的话说，袁世凯还是能干的，而且就袁世凯与朝鲜的具体所为，也确实证明了他的超凡才干。也就是说，李鸿章就算重用袁世凯，也会提防先行，甚至会予以适当敲打和惩治。为了避免这种负面情况的出现，袁世凯才会故意知己知错，故意露出自己不堪的一面，用来告诉李鸿章我并无过分野心，当官也只是为了钱、权和女人，仅此而已。只有这样的袁世凯，才是李鸿章能够彻底放心重用的所在。听完袁世凯的回答，李鸿章明显变得轻松，既无责备也无教诲，只是轻飘飘地给出了一句：“你倒是两不耽误啊！有缺点我才能控制你，有缺点我才知道你怕什么，有缺点我才能随时让你知道我才是你的主子。”好了，几轮对话下来，李鸿章对袁世凯彻底放心了，开始转向正题。朝鲜虽为我大清属国，但日本人一直想染指，朝鲜要是出了事儿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这就请旨，让你再到朝鲜去。就当前的情况而言，袁世凯确实是驻朝的唯一人选。让袁世凯成为朝鲜的太上皇，总好过让日本人占据了朝鲜，并以此为跳板而进攻大清国。行了，按照正常流程，袁世凯可以谢恩表态度了。属下结草衔环，以报中堂大人再造之恩。我不要你什么结草衔环，只要你把朝鲜的事给我管好，不让日本人寻衅滋事，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这句话是大实话，不让日本进攻大清国，就等于保护了北洋水师，自然也就帮了李鸿章的大忙。袁世凯离开后，盛宣怀想要提醒李鸿章需要提防之，但李鸿章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：袁世凯还是能干的，我们用人论事还是取其大者。如果每位上位者都有如此胸襟，会有多少人不被小过小事而影响崛起？晚清重臣曾国藩去世后，李鸿章曾经有这样一副挽联送别：失事近30年，心尽火传，诸事忝为门生长，威名震9万里，内安外乡，况是难逢天下才。就李鸿章对待袁世凯的例子而言，李鸿章也值得心尽火传，诸事忝为门生长的评价。只不过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大清强力续命数十年，而被李鸿章一手扶持起来的袁世凯却直接灭掉了大清，时也命也。我是龙哥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更多精彩分析持续更新中。